白吉馍烧饼、油酥饼在我们中国不分南北，需求量很大。这台机器不光做油酥饼，它也能做白吉馍，能做烧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高鹏，来自河北省邢台市任县。我经过这么多年努力，给大家研发了一款这个油酥饼机器。我一开始主要也就是打零工，我打工的这工厂附近就有一个阿姨做这个手工做这个饼的。她就是阿姨每天凌晨3、4点钟起来，她得做饼，到早上10点钟左右吧，就这个时间段，然后和面、揉面、擀饼、抹油酥这些程序下来以后，这每个早上她也不过做200个饼，因为她是工作量大。阿姨做完以后收一个摊提一个空桶，就看着她这个空桶就提不起来，这手累的。你像我们这都是上班族，上班的比较多，早上一般都是出去吃早点，早点的话就是小米粥加上这个油酥饼，早上吃就得排队。我就是看他这个人工做量上不来，还吃力，就想自己研发一款这机器。刚开始做这机器没办法，每天就是电脑上面查阅一下资料，就是一步一步来。因为我不是做机械专业的，只是有一点点小基础，只能是自己多查阅资料，多反复试验。有时候比如不回家，在工厂里面半夜睡不着觉了以后，想一下机器，有灵感以后直接起来把机器改一下。我这个人就认死理儿，机器你做到这儿了以后必须做下去，到现在已经是第3代机了。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后这台机器。这台机器是做油酥饼的，完了以后每小时产量在3000个。我现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台机器的结构啊。后面这部分，这是这个脱面滚儿，再往下，这是压面滚儿。脱面滚儿和压面滚儿都是由304不锈钢材质组成的。这个压面滚儿厚薄可以调，有这个手轮可以调节它。再往前，这是撒粉盒，压成面片以后可以撒粉，撒上粉以后过来以后，这是涂油酥的油酥泵。涂完油酥以后，这是刮油酥的一个刮板。这刮板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涂的油酥抹匀，再过来到这个卷面滚这儿。卷面滚的作用就是把这个面片给它卷成柱状。卷完以后，这面出来以后就到前面这儿了。前面这是一个分团的，就是分成大小合适的面团。完了以后，经过这个整形把面团再找一下。找圆一下，再往前，经过这个成型模具，等于整个过程下来以后，这个饼就形成了。接下来拿上面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首先，我们把拌好的这个油酥放到这个打酥的这个桶里面。下一步，把压好的这个面片放到这个脱面架子上面，然后打开开关，把这个油酥开关打开，让它这个酥搅一下、拌一下，这样它不沉淀，出来的比较均匀。第二步，把这个卷面滚开关打开。卷面滚开关打开以后，把这个压面开关打开，前期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，然后这个面快到这个卷面滚热的时候，把速度给它降下来。降下来以后，管油酥的这个阀门等于就是管油酥量大小，把这个打开，把油酥量调节到合适。等这个酥过来以后，把刮板放下来。现在已经打上酥了，打上酥以后，经过刮板给它刮匀，再经过这个卷面滚给它卷成柱状，面过来以后，就可以把底下这个分团的开关打开了。分团开关打开，成型开关打开，输送带开关打开。到这儿以后，手给它辅助一下，面柱顺利的进到这个分团孔里面。经过3代改良，现在机器做的饼种类也多了，它可以做油酥饼、白吉馍、烧饼。它这个机器做的饼的种类多了以后，能给那些不掌握手工做饼的这一类人提供一个方便，还有就是能给这个正在做饼的这些饼店，饼的成本给往下稍微降一点，因为量上去以后，这成本肯定就降下来了。还有就是这机器做出来以后，饼的口感也能赶上人工的口感，主要就是针对这一些做饼的这些早点摊，还有那些搞批发的、搞那个速冻批发的，都可以用这机器。我这机器最大的优点就在这个涂油酥上面。他们做的机器就是涂油酥，直接弄一个桶，完了以后往下滴这个油酥，滴完以后他用刷子抹一下。桶往下滴的话，油酥量肯定少。再一个就是你刷子刷的话，它刷不匀。我这个机器的话，就等于是弄了一个油酥泵，往外打油酥，打的那个量多少，你到时候可以控制。做这个油酥饼最大的关键问题就是这个油酥的多少与匀不匀。油酥少了以后，它这个味道进不去；油酥抹不匀的话，你做出来这个饼它不分层。油酥多少和匀不匀直接影响这个饼的口感，所以说我对这台机器涂油酥这方面比较满意。
我的想法是，这机器开始规模生产了以后，到时候把机器再精益求精，优化一下，把价格再往下调一调，给消费者一个最大的满意需求。到以后呢，我准备把这机器推出国门，走向世界，让全世界的人，在天涯海角的每一个人都吃上我的机器做出来的这个饼。